如今嫡长主与三少主同管方事，三少主屡次报城，夜间执勤人手不足。既如此，就让2个新上朝的弟弟跟着你历练一番吧。是。老三，二哥，这老五和老六亲厚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现如今故意把他安插进来，你打的什么算盘？哎呦，二哥你多虑了，多虑了呀！就是这夜市确实挣钱，弟弟我靠夜间出摊赚了不少。二哥您不是一向不愿意管夜市吗？可自从你把老六教训了以后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实在管不过来，我的确是缺人呐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过是见利眼开。二哥懂我，只要户政司的原本的人不要再动了，就随你了。谢二哥体恤。三少主，啊，所以三少主管辖夜市，是你们在背后啊？不患寡而患不均。父亲牺牲我是为了平息嫡长主和朝内元老的怨气，但对于父亲而言，我呢，还是一枚有用的棋子。可若是想再多用我，就要让外人觉得这不是偏袒，而是一视同仁。我听懂了，不就是等五少主上朝，好让他帮忙吗？啊！嫡长主和户政司那些元老，对夜市毫无兴趣，更不知如何管辖。但对于父亲而言，开放夜市是极其必要的。我那个兄长只会收拾我，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。少主那份计划我看过了，看着倒比金川的侠礼手段还要完善些。那郡主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带回去，就当做是我的谢师礼了。倒也不必，我会为金川量身打造更合适的举措。苏总管，是时候将少主的计划交给三少主了。哎，等，但我们不是封府了吗？信怎么送出去呢？李卫想的法子，交给倒废料的师傅，让他带出去。你自己去吧。拉上5个，也算是给他谋了个差事。咱们呢，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。等等，什么是下一步计划？寻找能熬夜执勤的青年兵丁。这有什么用？这开放夜市之所以那些老臣不满，就是因为太累了。这夜市可以开放到亥时以后，他们这些人就不得不熬夜赶工了。所以啊，要招募熬鹰战士来管理夜市。这份工种对于体力要求极高，所以不必局限于科考人才。这样一来，底层人士就有了机会。但我觉得应该培训一下，不然素养参差不齐，怕惹祸生事。此外，还需增加薪资补贴，采取轮休制。休沐期间，让执勤者跟请来的先生念书，提升素养。我们商议过了，等夜市稳定之后，让女子也尝试经商。女子擅长的手工艺品、美食小吃，很适合在夜市售卖。这个，你们倒没同我说过。我们也只是想想，毕竟是在新传，女子抛头露面总归是不太好的，执行起来也有点困难。但我认为可以一试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我也，女子经商，听上去就很了不起。你女工这么好，只要你愿意，自己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。我怕外头人不仔细，以后夜市的流水账册，还请少主让我再合上一点。有劳郡主了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。他吃了吗？没有吧？还是活人吗？他不累。
好像少了些什么。是不是应该加一道防伪的印记啊？我竟没想到，还好你细心啊。少主的用度都是内务厅采买之后直接送到府上的，荷包大多数时间也都是苏总管在保管，所以不知道很正常。收掉。哎，少主，少主，哎呀，哎，侧夫人，少主，宫里来人了，宣您婚定问安呐。哎呀，你兄长的棋艺都是孤教的，可是偏偏到了老五那儿啊，怎么教也下不会。没想到你的棋艺已经这么纯熟，算准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输给孤，才不着痕迹。也不知道是哪个高人教你的。儿子都是看书自学而来，没有人教。哦，老三和老五管理坊市的那些举措，背后也有你的手笔吧？若是父亲想让儿子为逾矩道歉，儿子定会俯首；但如果川主想让儿臣为僭越请罪的话，恕儿臣不能为。说说看。新川虽为九川之首，最为强盛，但许多观念却固步自封，传统守旧，不如金丹而传。幸好父亲清明统一了方式改制，才得以让农工商并行，新川经济大有发展。可就是这样的举措，还是有很多人出来阻挠，所以儿臣心中有方缺，不敢直言。但说无妨。虽然夜市推行大获成功，但只是打破了时间上的限制。如果想更进一步的话，就要打破区域上的限制，不再局限于东方西式的传统概念，要在百姓的群居之处设立商铺。另外，如今的金铜钱携带累赘，恐成负担，或可推行新币。父亲，您看。这是新币的图样。你不打算再交出铜钱？其实线下坊间已有商贩用纸器代币交易往来，而且史书亦有记载，前朝曾有变法者用加盖官印的纸器代币，只不过疏于管理，未能沿用至今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们完善制式，加强管理，推行新币，未尝不可。你想得甚远，胆子很大呀。儿臣逾越，但如果一味守旧，明知可以改变却作弊上官，这才不是良臣所为。请父亲责罚。那就罚你陪姑再手谈一局。嗯。